再来关注东航客机事故的最新消息。目前，东航 MU5735两部黑匣子已找到，接下来现场搜寻的工作会有哪些变化？黑匣子一码需要多久？事故原因调查面临哪些挑战？321东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技术调查组主要专家、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李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介绍，很难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一码工作。他还表示，本次事故的调查工作还面临3大挑战。目前，2部黑匣子已经送到了专业实验室，正在开展相应的一码工作。321东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技术调查组主要专家、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李勇介绍，正常来说，黑匣子一码工作只需插上电源，接入专用的一码设备，即可下载数据进行解压病读取。如果黑匣子完好，过程大概需要3-4个小时。但是此次事故中的2部黑匣子的破损都比较严重，为后续工作带来不确定性。我们拿回到实验室之后的话，需要对它进行详细的检查，而且需要做一些清洁工作，包括烘干啊，甚至需要做一些破拆。然后的话，用我们的专用的这个程序，在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做这个在做检查工作。如果说芯片有问题的话，可能后续的话还要再做这种芯片的修复工作。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还很难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一码工作。而对于黑匣子已找到，为何搜寻工作仍在进行？李勇表示，飞机残骸对事故的调查同样重要。搜寻到更多的飞机残骸并了解其分布，有助于了解飞机落地时的姿态、撞击的角度等。残骸之中还可能隐藏一些重要的证据，如操纵面位置、发动机功率等信息，将来可以和飞行数据记录器的数据进行比对。此外，对相关视频的搜集分析和对目击证人的访谈，也有助于确定飞机撞地前的姿态和角度等信息。李勇表示，通常来说，国际上一起典型的运输航空事故调查往往需要长达2年以上。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本次事故的调查工作还面临3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在于，飞机从这个高度，从这个巡航高度突然下降之后的话，它没有任何的征兆。我们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也没有收到任何机组反馈的遇险信息或者反映的不正常信息，所以没有给我们留下有用的一些信息。那第二的话，我们看现场的话，它的这个撞击也是非常猛烈的，残骸应该说非常的琐碎，分布也比较广，这给我们后期通过残骸来取证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现场的话，条件、地理环境都比较恶劣，因为它是处于一个山谷区，再加上撞击，加上这个长期的这个雨泡的话，导致这个土地的话非常的泥泞，我们的调查员开展工作的话也带来很多困难。李勇表示，针对这些困难，这次调查应该会花费一定的时间，但无论如何，他和同事们将会竭尽全力，尽快查明事实的原因，给国家、给社会、给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根据民用航空器事故和事故侦后调查程序，最终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包括调查中查明的事实信息、事故原因分析及主要依据、事故结论、调查中尚未解决的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具有针对性、及时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的安全建议，也是调查报告不可或缺的部分。以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2020年6月发布的川航514事件调查报告为例，这份最终报告正文部分长达131页，并包含数百页附录、14份实验报告，全面而详尽地披露了事实情况、分析、结论、安全建议、已采取的安全措施等内容，被多位民航领域专家评价为极为扎实细致的调查。从严从实从细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各项工作，尽快查明原因，既是为了全面准确还原事件真相，明晰各方责任，也是为了总结教训、排除隐患、告慰逝者。